大家好，我是李文腾医师，很高兴有机会跟学弟妹们分享今天有关于管路的探讨。管路这件事情呢，其实相信大家其实并不会很陌生。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很多事情都跟管路有关系。譬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你想要喝饮料，你就会有可能会想要喝到真奶，你可能想要喝到冻饮，想要喝到饮品或仙草冻、仙草奶冻这些饮料。你为了方便吸取那些饮料带来的愉悦的口感，你就必须透过了这些不同粗细的吸管来达到你享用饮品的目的。那日常当中，我们的这些水龙头啦、冲水啦、洗澡啦，然后可能透过的一些饮水机，或甚至可能是你的排水管，其实日常生活中我们都是需要管路。因为管路呢，其实它是一个透过了一个适当的管径呢，将我们可能属于液体的物品或液体的物质呢，介于它来透过使我们日常生活中很方便、很便利的一种措施跟手段。那医疗当中，其实管路当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因为管路在医疗当中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你们刚进来的时候呢，可能也会遇到说，医生可能要你处理鼻胃管。可能要你处理尿管，可能要处理鼻这些等等这些基本的处理。那护理师当中会常常说，我的这个的 IC 就是我们的静脉留置针的管路呢，也会有些需要。所以呢，医疗当中你要治疗病人呢，不外乎的你就必须要透过的是经口处理，或是你可能是要经血管的 IV， 那或者是你可能需要导尿，你需要解决它的 output 的问题，甚至呢，如果病人疾病有些状况，或甚至因为有一些腹泻的一些因素，那有些特状况下放的钢管，那也可能是一种途径，那无论如何呢，这些管路当中都可以扮演着它维持病人当中日常生活所需的这进吃喝拉撒这几种最基本最核心的需求。那他透过这样的方式呢，使病人并不需要他自身去移动或自身去移去一些像厕所啦、浴室的地方，因为有些病人可能因为身体因素没办法下床行走的患者来说，通过这些媒介呢，他可以方便的得到一些解决他的日常生活的需求。那或者说病人当中，他们有些人是饮食困难的、吞咽困难的、容易呛咳的。透过鼻胃管当中，他们相对来讲可以获得一个比较便于他们进食、提供足够营养的一种媒介。所以管路这件事情上，其实它并不会是一个很陌生的事情，事实上会是你们在行医生涯当中早期一定要很熟悉的一个主题。那我们今天呢，想要讨论的主题是有关于中央静脉导管这件事。那中央静脉导管这个部分呢，简称 CVC， 也就是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中央静脉导管。那中央静脉导管这个部分呢，其实顾名思义，它就是一个比较粗的 IC， 现在这样去理解它。那中央静脉导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呢？原因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我们从生活中尝试去推理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的管路呢，其实当你的管径越小，你能够承载的流速跟承载的水的一些流量跟压力，其实是会呈现一个越极端的正比。也就是说，你管径越小，你瞬间承受的流速的量其实是无法太快的。再来就是说，我们周边的血管当中呢，能够给出来静脉输液的量，其实它也不是说我一打通血管，所以我就可以无限的用最高速度去灌你身体中大量的水分。因为你太细的血管当中，它能够所承载的流速也是有一定极限在。所以呢，比如说当你假设说你想要给，比如说周边的输液，比如说1小时装100。可能也许 normal saline 100好了，那也许这样的一般急诊情况下，这样短时间之内使用或许是 OK 的，也许用一段时间几天可能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可是如果回过头来，你一个患者如果同时需要不止一种药物呢，可能这个病人可能有休克，可能这个病人可能有生命危险，可能会是一个低血溶性休克或是败血性休克，你可能会需要水分之外，你可能会需要升压药物，需要强心药物来做治疗。这种时候呢，你一个的管径不会只有一条的情况下，你一支是不够用，可能会多到2支、3支，甚至更多。但是通常这一类的患者来说，他们的血管相对来讲是比较脆弱、比较难以去找寻的。所以我们要先去理解说，这样的患者情况下，他光靠这些 IC 来讲，其实就会给护理师、给临床带来就很大的困扰。因为你医生要给他做治疗这么多种，可是病人没有足够有充裕的一些条件，让病人可以同时接受这么多输液治疗。同时呢，管路放置的问题呢，你还得要考虑到感染的问题。所以也不是每一个管路放进去后呢，就跟机器一样，你把它螺丝锁在墙上，它就固定在那里就不会动。
人其实是会有一些动态性的变化，会有一些不如你预期的变化。所以这个时候你需要是一个稳定，能够提供大量的输液治疗，同时可以同时使用多种药物的进行的治疗，就变得很重要的一个课题。那进入到这个课题之前呢，我们要先了解一下中央静脉导管它的一些特殊的优势有哪些。那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本身中央静脉导管本身呢具备了比不止一条管路的功能，同时它管径也比较粗。那这样的好处是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本来你从周边本人给的不了那么高的流速，以及呢比较现实情况是周边血管当中本身的血管管壁没办法承受更高浓度渗透压的药物，所以呢也因为受限于这样的原因呢，很多药物它没有办法的泡得太浓。那有些患者他可能会需要在比较少的容积的输液治疗下，达到最高浓度的治疗效果。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长期使用的周边血管情况下，会导致的静脉发炎，甚至会导致组织的溃烂都有可能。那这样的情形下呢，你的中央静脉导管由于它的管径呢可以伸到我们身体当中比较大的静脉，比如说上腔静脉或者是下腔静脉，透过或是锁骨下静脉进到你身体当中最大的静脉系统。这个时候，因为你的静脉流速的水量比较多，所以这个时候呢，你高浓度下能够获得到的缓冲是比较好的，不会说你从周边的进入之下呢，你的周边的血管要承受的渗透压力非常的大，对于这个血管管壁的毒性也会比较强。所以中央静脉导管的优势其实最重要就是说，能够提供同时多样高渗透压浓度等药物的治疗，作为我们一个输液的选择的一个便利的选项。那中央静脉导管的这个部分呢，我们要怎么去定义它的用途呢？它还有哪些是可以当做我们施打的途径呢？那首先我们有分3种可以来做处理。第一个是我们选择我们的 femoral， 也就是我们的股静脉作为我们的入针的一个选择。第二个是我们选择我们的颈静脉，颈静脉的部分的话，尤其是内颈静脉，那这个部分可以作为我们第二个选项。那或者更甚者呢，你可以用锁骨下的方式作为你施打的选择。那难度的话，就是从股静脉、内颈静脉到这个锁骨下静脉，难度是由低往高在进行的。那每一种的选择都有它的优势，有它的一些的考量，以及它对应的风险。那首先我们讲股静脉这个部分呢 ，femoral 这个部分是初学者当中最适合，也是最可以去进行学习的一个选项。那股静脉有个好处是说，因为呢，你的本身的股静脉本身相形之下，你的这个的容错率比起另外两者来说是比较好的。同时呢，它对初学者来说，由于股静脉旁边的股动脉本身它的血管是具有一定的弹性，它是有 pulsation， 你是有脉搏的。所以相形之下呢，如果你当下没有超音波导引下，你用就是解剖上 anatomical 解剖上的方式去 approach 去处理这样的事情，它其实是比较容易去做操作的。所以呢，这样的情况下呢，它成为初学者当中比较适合作为 CVC 的一个选择。那 CVC 这件事情上呢，我们要在打之前呢，就要去想想看，股静脉难道就没有任何缺点吗？其实有它的限制在的。最大的限制在于说，它对于管路当中最大麻烦是它的污染的可能性会比较高。由于你的股静脉本身离我们的会阴部、离我们的这些尿道或是粪便的这些的排泄处呢，非常的接近，所以呢，对于有些患者比较适能的患者来说，或是长期有包尿布留置的患者来说，这条路当中呢，其实呢，它也是最容易被染污，然后最容易有感染风险的可能。所以一般而言呢，我们的股静脉的这条的 CVC， 一般而言我们用的时间原则上是不超过7天，7天以后就尽可能要去做更换，或避免呢管路流滞后造成的感染。比较进阶一点来说，就是我们比较越多人去采取使用的内颈静脉。内颈静脉呢是这样子，我们的内颈静脉呢本身从我们的两侧的脖子当中的这个颈三角里面呢，我们可以从内颈静脉当中找到适合的血管去做施打。那好处是说呢，因为呢，由于它的头部部分来讲，它比较不会直接接触到会阴部的一些脏污，所以呢，它的使用时间是可以达到14天的时间。那然而，它所需要学习的时间的一些技术上的所需要克服的难度呢，也是比较久的，因为呢，不是每一个人的颈静脉，它的这个解剖上都会保持着一个比较稳定的状况。有些的颈静脉呢，它可能是左边大右边小，左边粗右边细，或是颠倒过来。
所以呢，很少有些患者呢会在两边当中都会很好让你做施打的可能。再来就是说呢，当你用 echo 去看我们的超音波去看的时候呢，初学者来说对那个立体上的掌握的难度也会比较高。所以呢，通常来说，这比较会是初学者当中在进阶一点的时候会所学习到的一个技能。当然，他也可以用骨静脉的方式去找到，就是 common cardiac artery， 也就是总颈动脉这个部分呢，去做它的定位，然后去推得它的这个内颈静脉最有可能的位置。但是这个情况下呢，它的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犯错率会比较高，而且你不能否认是，也因为解剖上的变异，也不是每一个人的内颈静脉都会如期的按照一定的位置再排在你的总颈动脉的旁边，这的确是一个比较大的现实的一个困境。不过无论如何呢，这两者当中，如果你练得够纯熟，其实它都是可以用就是盲打的方式呢去找到合适的定位。但是因为基于现在的病患的安全考虑呢，我个人是比较建议是说，你可以在打之前，你无论是打的 femoral 还是打是这个 internal jugular vein 的系统，无论如何都先用 echo 定下位置，评估一下你这条的管路粗细适不适合放进去。因为现在既然都有 echo 了，有这样的一个超音波的设备，那我们就应该要站在以病人 do less harm 或是 do no harm 为原则。也不要说你一定是盲戳就是比较厉害这样的看法，我个人是抱持比较不是很认同的立场，因为你受苦人是病人，不是你自己，所以这个是我个人给一个忠告。那当然最后比较更进阶的就是 subclavian 这个部分，叫锁骨下静脉。那这部分的话呢，它是比较进阶的方式，通常是可以用在说，如果有些患者如果在 ICU 的患者刚转到其他单位，像 RCC 或 RCW 单位当中，他们也因为过去可能因为在交病房当中长期的使用了 neck 跟 femoral 的这样的血管，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也许在这个血管上的使用上可能就不是那么适宜。这个时候你用 subclavian 当中，其实呢它也是一样是很不错的选择。而 subclavian 跟那个 neck 的这个 CVC 呢，其实一样，他们的效期是14天，也是14天的时间。所以呢，理论上来讲，它可以撑得比那个一般的这个的 femoral 的这个管路7天要来得久。那有人就问说，我究竟呢要怎么去做选择呢？那选择情况下呢，就取决于你有3个考量。第一个是你对这个技术上是否纯熟，第二个是你自己有没有办法能力独立操作过。我说的独立操作绝对不是说单纯学长姐盯你会帮你那样的情况，是你要有能力自己一个人能够指挥你的助手，变成你是施打者，你是这个主要做的这个 procedure 的这个人，做的这样技术执行的这个人，你要对步骤过熟，要能够脱离到能够需要被帮助的程度，你这样子才叫做真正独立上的定义。那再来就是说，你对其他部位当中的熟悉程度，跟你自己个人对事情准备的程度有没有够理解，这都是很重要的。所以综合这一些考虑当中呢，我会建议是，如果你们刚新手的人，可能还没有真的学习到怎么打 CVC， 但是有些病人你需要给病人的一些照顾，需要 CVC 来做帮助的时候呢，这个情况下呢，你可以先从 femoral 先做开始。然而，有些患者如果他的条件比较特殊或比较困难的话，我会建议是你先跟你的主治医师或资深的学长姐们做一些讨论，看看哪些管路当中对你而言，可能是大家或对病人而言是最有用的，是最适合的。因为其实每个病人条件当中，不是说打最简单的就一定最适合，但也不是说一定打越难的一定是越好，你总必须要在这两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这个关系还是很重要的。而且呢，也因为呢，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是右撇子，所以的确呢，我们在打我们左侧的一些管路，像左 femoral 或左内核来说的纯熟度，也许有些人就会比较没那么适应。所以呢，无论如何，这些各方考虑呢，就是会综合你的经验、你的技术，还有病人的现实状况，你必须得做出一个比较合宜的决定。那这部分呢，没有所谓的绝对的对或绝对的错。那这部分只是给大家一个提醒说，在选择病人部位以前，一定要充分想清楚，病人打这根管子到底有没有对他有没有好处，才在做施打。不然多挨了一针，多挨这么大的一根管子，其实对病人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那今天很高兴，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给学弟妹做分享。那我是李文腾医师，下次再见喽，拜拜。